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研究佛理不如实践佛法。研究佛理虽然会造就一些专家跟学者啦，然而这些专家或者学者也未必是佛教徒，他们是把佛理当作一门学问在钻研呢。那这个跟觉悟或者解脱也未必有关呐。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只能讲研究佛理不一定跟解脱觉悟有关，但是不能讲研究佛理跟解脱或觉悟完全无关。讲完全无关就会造成太武断跟太主观了啊。佛法区分得很清楚啊，知道不等于开悟啊。学者是知道佛教所说的道理，但烦恼依然还在。觉者是已经觉悟了，所以自己的烦恼逐渐在减少啊。这个是学跟觉的差别所在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多闻无力，不免流转了。意思是说，听得再多，懂得再多了，如果没有实修实证呢，这样照样在六道的生死轮回里面呢。为什么说成为佛理的专家或者学者未必是觉悟呢，或解脱呢？因为研究佛理是在训练记忆力、分析力、理解力跟辩证的能力啊，以及种种的学术的表达。而实践佛法的觉者，他是偏重在对治我执、习气以及对得失的执着。所以研究佛理跟实践佛法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次里面啊。佛经甚至提醒我们啊，所学的知识跟学问，如果会增长我们的我执跟我见的话啦，那这种知识跟学问呢，反而会障碍我们的道心，反而会障道。然而，如果能转识成智，把知识提升成为智慧啊，那就是脱胎换骨了，境界是更上一层楼了。其实佛法学的越多，如果稍一不慎，却容易落入我执跟我见而不自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法执啦，对法的执着啦。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叫做法执，也就是佛法懂得越多，反而越执着。其实这种学佛者，其实也是大有人在了啊。我们要很警惕啊，知道越多，懂得越多，越是成为障碍啊，这个叫做所知障啊，佛法的用词啦。有些人可以把佛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听到一句不中听的话，或碰到一件不满意的事情，他立刻起嗔、起怨而愤愤不平啊！这个就是对佛法有了解，但是没觉悟，所以才会造成一边是理是理啦，法是法啦，那这边是人是人，事跟事啊，这样就变成理跟事的不相通啊，理跟事的不相应啊，这样佛法无法跟生活结合，佛法自然是无法生活化啦。这也是为何证严上人一直在提醒我们实践佛法的重要啊，也就是印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啊，让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佛法才会成为生活的智慧。懂佛法的人不少啊，但真正能够用佛法去过日子的人就不多啊。所以证严上人不是反对研究佛理，也没有反对举办任何的论坛，没有反对啊，而是提醒我们要谈，就谈真人真事，要论就论真人真事，这样才是以事显理呀，讲出来的佛法也才会合情合理，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这样才是真理呀。那用一句白话来解释，大家更清楚啊。研究佛理会成为懂佛学的人，实践佛法会成为清安自在的人呢。研究佛理是学者这个可能人家会敬重你的；实践佛法是觉者，你才会自己得度。佛法不是拿来安慰用的，是拿来放下的。
不是说研究佛理没有价值啦，研究只是助缘，修行才是主因呐。没有修行，只是在研究，这样不保证会觉悟哦。先有修行，再来研究，这样就会得到印证。印证什么例如碰到逆境能不能少一分埋怨呢？面对得失，能不能多一分放下呢？人我冲突，能不能马上自我反省呢？做到了就是证悟做不到就是执迷不悟学佛要学3种智慧，闻慧、思慧、修慧，叫做学佛的3种智慧，闻思修啦。3者是缺一不可。这个跟信愿行的是行菩萨道的3个条件一样，都是如鼎之3足缺一不可闻思修，如果少掉了行动的修，那前面的闻跟思就会只停留在脑袋里面，在生活中是起不了作用了。那闻慧跟思慧是偏向了解，修慧才是真正的证悟。都开智慧的当然是开悟嘛，所以闻跟思是叫做解，修叫做证那为什么研究佛理未必等于是觉悟呢？因为要觉悟或解脱，是要透过修慧，不是只有闻慧跟思慧而已的，修慧也是才是关键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了。例如我们生病的如果只是看着药单或者研究药理，那却不把里面的药吃进肚子里面，这样的病怎么会好是吗？所以学佛的次第是什么？信解行证只是相信跟了解还不够，还要行动，付诸行动之后才可能从中去得到印证嘛。同理要启发智慧也是要经过闻思修的顺序听闻佛法之后，还要去静心思虑，然后再通过行动，才会有所体悟那闻思修，这个修呢，就是指行动。用一句话来比喻，大家更清楚了。研究佛理就好像是一张地图实践佛法就好像照着地图去走。地图看得很清楚，但不去走，那永远只是一张地图而已而不会是走出来的风景同理，念佛诵经或听经闻法都叫做问路，行经用法则是走路。问路不能说不重要，但问路过后还要走路才会到目标嘛。所以还未找到路就要勤问路，已经找到路还要再问路，确保走对路，然后才加速，这样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精准，不会失误所以问路很重要，但是走路更重要同理念佛诵经不能说不重要，但行佛跟行经是更重要这样解行并重全实并严，才是人间佛教也才是佛陀对我们的期许。以前我们读书有讲过正言上人的开示的不是有拜就有保佑了，而是有做才有保佑了。这句话就是强调修的精神这个修不是叫你懂很多佛理，而是要你少一点烦恼，多一点包容，欲境不乱心，讲话不要那么犀利，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修的范围了。所以老了却不修，叫做老不修。闻思修的修，等于是信愿行的行。修跟行都是强调实践佛法，只是知道道理，并不代表生命可以翻转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生的道理但是知道却做不到问题就出在做不到，而不是不知道。所以佛法强调的是体悟，而不是知道。体悟跟知道意境相差很远知道是别人告诉我，体悟是我亲身走过这就好像说火很烫但是跟真的被烫过一次，两种的体验记忆是完全不同的层次
人生的体悟往往来得很慢的，甚至很痛，因为体悟往往是伴随着失去啦、受挫啦、痛苦啦，以及被羞辱啦、凌迟啦、被误解等等嘛。那这个要入人群，跟人家互动才体悟得到啊。所以人往往是道理听了几十年，挫折或打击来一次，才真正的懂，因为这是亲身的体会啊。所以知道是在头脑里，体悟是在生命里啊。中间那一段距离跟过程叫做实践。不过我们要澄清一点哦，我们不是反对研究佛理或反对研究经教而是反对只是在研究却不去实践。所以圣严上人讲这句“研究佛理不如实践佛法”，这不是在否定学问，而是在提醒学佛的终点不是懂就好，而是学会转。因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一念心转万境转。然而要转这一念也不简单也才说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啊。这个是要长期的修炼才有办法。有些人虽然了解无常，但一旦碰到无常或意外的时候，还是会乱得方寸。了解，但是还是会乱，甚至彷徨失措、自乱阵脚。这个就是有了解，但是还修不够啦。有信解，但是行正不够。也有些人呢，在道理上他知道不能完全依靠子女，但事实上他还是充满期待，甚至还想控制啊。所以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就是做不到。这个叫做知易行难啊。那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知行合一啊，这是王阳明的思想啦，跟佛法讲的解行并重是一样的道理。证严上人甚至表明说道慈济人不是佛法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佛法的实践者。这句开示一语道破慈济法门的修行理念，也是菩萨道的修行理念那我个人是非常赞赏证严上人的务实精神不但不重形式，而且是实事求是对的事情做都对了，这就是务实精神皈依上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只要你心中是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这样就是证严上人，这样就是皈依证严上人一切都非常的平实务实踏实，不重形式。有一次我们跟证严上人在谈这个组织架构的事情，因为现在志工越来越多了嘛，组织架构可能也是庞大复杂嘛。但是证严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却说，组织架构越简单越好，简单才是美。这句开示言简意赅非常的务实跟踏实其实就是修行的理念叫做化繁为简也叫做返璞归真而是不是化简为繁这个就颠倒了啦。所以做人处事要圆融是没错，但不必刻意去包装跟虚饰去掩饰客套话跟应酬话是多说无益，少说为妙了。因为心里没那么想，嘴巴却那么讲；心里那么想，嘴巴却不那么讲，甚至很会谄媚拍马屁，这个叫做巧言令色嫌疑人，会让人感觉很不真诚。那这种现象在人群中也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我们听听就好里外一套，内外一致，言行真诚，佛法上叫做心行平等相反的，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这个叫做阳奉阴违嘛。因此学佛就是在去除这些身口意的不良习惯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叫做去无存精那掏金的道理也是这样金子要出土之前是被泥土跟各种杂质矿物掺杂在一起嘛，那我们就要把它淘洗淘洗过后再用强火去把它煅烧把各种杂质把它去除掉金子才有可能出现它原本的光芒如果没有耐心去淘洗，则粒粒金沙也是难以显现
所以才说沙中有金，不掏不得啊。那掏金这个掏，就是付诸行动的意思了。同理啊，人人本具智慧与德相，但如果被妄想跟执着覆盖，还是会造成一大堆的习气跟无明啊。然而，如果能够时时勤拂拭，则立即明镜重现，拨云见日啊。这个时候，智慧显现，无明变光明，问题变菩提啊。所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就是一种务实，因为不刻意、不做作，一切顺其自然啊。举例来讲啊，当年我们新加坡分会的会所是在牛车水啊，那是一栋古迹啊。那前面这条路呢，入夜之后就开始封街了，作为美食街。那人潮是什么？熙来攘往啊，络绎不绝啊。那我们就在楼下自己的小店面呢，开了一间净思书轩啊，生意也是非常的好，因为地点很好啊。那志工们也做得非常欢喜。后来我们在机场樟宜机场附近的那个 Pasir Ris 巴西利亚盖了一间面积不是很大的净思堂啊，因为这个地方不像牛车水人潮这么多嘛，而且建筑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只能设了一个小小的文物流通处，没有空间去设立一个书轩。然而大家很怀念那时候在牛车水有书轩服务的那段的日子啊。那经过大家开会以后决定，再回去牛车水那一区呢，去租一间店面来做书轩。但是那个地方的寸土寸金呢，一间才30多平的店面呢，租金要台币20几万了。那房东知道我们这慈善团体，把租金降到18万了。经过大家讨论之后，好，我们决定邀约18位的实业家，每个人每月捐1万就好，租金就解决了嘛。然而我为了慎重起见呢，特别返回金舍呢，向正言上人报告这件事情。上人却跟我说你们找了那么多人，凑了18万要付租金啊，那不如把这18万拿来采购净思文物，不是更好吗？何必绕一大圈呢？简单一句话，点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盲点。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也是清净的智慧，看到问题的核心。表面上我们是在做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嘛，对不对？找18位企业家，每个人1万啊，凑18万啊，租个地方做书轩啊，推广净思文物啊，这些都是个流程，一个过程嘛。但正言上人看到的不是这个流程跟过程，而是其中的因缘呢。要我们思考，我们这样做绕了一大圈，是要成就什么呢？所以上人这句开示是一语道破。如果是真正要护持净思人文的产品，那就直接把因缘用在最核心的地方不必为了形式上的圆满而增加这么多的后续的复杂跟压力这是一种见因即知果的清净智慧这种智慧不会被看似好事的那种事项绑住一般凡夫做事很容易都入3种相人相、事相、功德相。什么是人相？号召18个人一起捐钱，场面好看。事相呢？成立书轩比买文物更像在做大善事这叫事相那功德相呢？这件事情有我参与有我促成我也有份然而正言上人跳过这一切，直指核心你们用18万直接购买净思文物，这样不是更单纯吗？现在绕了一大圈，造成后续在经营上、管理上、人事跟责任上等等的复杂问题。虽然你们的发心是清净的，但形式已经超过了实质，所以做对的事情不必做得这么复杂啦。所以正言上人讲，何必绕一大圈呢？理由在此。总而言之在人群中做人间事必须心中有正法，行中有妙法，不只懂道理，还要行道理
这样才会越做越欢喜，越做越感恩，越做越有力啊。当我们心中充满了欢喜跟感恩的时候，做少会很累，没做很辛苦，能做到这样就是超越跟突破了啦，也才是有本事的人啦。所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事实在无法度。要有本事就要学习君子务本的精神啊，也就是把理论化为实践，这样才有可能翻转我们的命运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研究佛理不如实践佛法，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